们今天的分享内容呢，主要包括5个大的方向。大家呢一直在等待市场的反转，那么市场反转要看什么呢？第二个话题呢是市场的确认项库存周期到底走到哪里了？第三个呢是市场目前呢没有像大部分的投资者预期那样子往上反转上行，那么到底目前是被什么影响？我们今天呢也会分享一下美债的利率哈。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周期派的朋友呢，相信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周期的发展顺序哈。先是信贷，对吧？就是我们火车头，第一个头是信贷，信用走在前面嘛，对吧？然后是市场的一个底部，然后是基本面，然后是库存。其实现在市场是走在一个什么情况？大家可能会看到说很多方向是二次探底，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估值的话，很多主要的方向吧，它并没有破去年10月份的底部。那其实本质上从目前来看，我们依然还是会认为说本轮市场的底部是在去年10月份产生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进行二次探底，并且一直在处于一个磨底的过程哈。那我们接下去是看的是基本面嘛，对吧？然后是库存周期。那其实这2个东西呢，基本面跟库存，它是用来确认前面的市场的一个反转的，对吧？那我们看这个图哈，我们之前有分享过，那市场就不用讲了，那就是看市场的指数嘛，对吧？那基本面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呢？用 PPI， 对吧？用 PPI 跟工业企业的利润2个来综合去考虑哈。PPI 是这个红色的。那我们之前其实也分享过，基本在7月份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反转了哈。8月份是确认再往上，就是没有往下走。PPI 的话，我们预期的话，因为有一些是走在前面的因素嘛，对，前面的已经反转了，那走在后面这个 PPI， 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底部哈，但是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只有走过去才能100%的确定，对吧？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工业企业的利润，那也是一个这样小小的这样往上走，黄色的这个线，工业企业利润。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后面这个库存周期，库存周期看什么？产成品存货嘛，对吧？我们看这个灰色的线，灰色线有一点点小的转弯哈，它是走在后面，那现在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显。像这样子，你看我们上一期就上去又下来，对吧？然后我们去复盘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库存底会走在后面，库存底会走在后面，对吧？这也符合我们平时讨论的这个概念。好，那么现在其实就是处在这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然后基本面确不确认呢？可能确认了，就大概率可能确认了，但是我们不能100%的肯定。然后正在等待去库存中去，如果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概率越来越高嘛。我们仍然看的还是个概率的问题，没有什么100%的。总之呢，就是一个底部的区域。这个是券商分析师的一个预期哈，他在预期什么？他预期的是这个库存周期，就是我们去反过来确认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反转。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库存周期的一个底部的时间的话，它的这个相对的一个位置的话，大概在底部10%左右。然后我们去复盘前面的几次底部，那我们会有一个平均的，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个百分比到最底部的时间，它有一个周期，就是什么意思？我来画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下行的过程当中，对吧？那这个是底部10%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去寻找前面几轮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跟这个底部反转，它的这个整个时间周期是多少？对吧？那就是3个月到4个月中间。那么，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判断的话，那本轮库存周期的位置就有可能是在10月、11月左右这样去产生。用最保守的哈，最不保守的还有平均值，就是10月、11月左右产生，也就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它会相对来产生它的底部来确认市场前面。那么现在目前市场被什么影响呢？很显然啊，就是大家其实也都讨论了很多，就是美债的一个利率。那美债利率到底什么情况？这个图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当时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当时分享的是大宗商品嘛，对吧？我们讲说美债利率上行突破了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超长周期40年的一个趋势线往上走。那么长期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往上走的。那美债利率对
A 股到底有什么影响？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很多人讲说美债利率会对 A 股有影响？本质上是美债如果往上走的话，那美元会更受欢迎嘛，对吧？因为它的收益会比较高一点。那美元受欢迎的话，美元就往回流，会影响到 A 股的外资的流动性，对吧？但是从我们目前数据来看呢，本质上美债的利率的影响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现在就光看这个美债利率的问题，就它从月线上来看，它将往上走哈。我们来看日线，大家看这个日线这个位置嘛，两个长长的上影线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在产生了这种形态之后，概率比较高的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个，但没有100%哈。有的时候我们做技术分析并不是100%的，技术分析的概率其实它的总体的概率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大概70%上下就已经非常高了哈。那么当我们在做短期分析、用技术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常见的什么问题，就是会经常发生跟预期不符的情况。就是我们去观察它的市场走势，可能会根据技术分析做出一些判断，但是呢，经常的会产生一些跟技术分析预期不符的情况。比如说很典型的是什么？美元指数，对吧？当时破了那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这种技术分析是很常见的技术分析。这个大家都应该懂，这不是我创造的，这是全世界全球都在用的技术分析，对吧？破了那条线，而且它破的那个比例，破的那个百分比哈，那个就是涨跌幅还挺高的，但它又上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其实本质上，如果我们短期用技术分析去做交易的话，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技术分析去分析，但我们不会用它去交易啊。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我们从这个东西来看的话，我们预期说它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然后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一直这样往上走了，会给我们短期的股票市场一个喘息的机会。再看这是什么？这是2年期的利率哈，刚才那个是长期的美元的资金成本，这里是2年的，大家看这个2年的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啊，它就被这个上面这个阻力线这一条阻力线给卡住了，我们就看说会不会它接下去会怎么走。目前看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头部结构，上去假突破下来。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技术面的反转的话，那就是说，我认为哈，长期还是会向上涨，将来还是会再涨的，因为长期它就是上涨的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详细分享，这个分享商品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总之就是说长期还是往上走哈，就是说资金的成本，因为它毕竟影响的是我们短期市场嘛，对吧？所以从短期这个技术面来看呢，就是上行的动能现在已经减弱了。啊，有可能会在这里产生一个短期的反转，那么就会给我们的股票市场产生一个喘息的机会啊。但是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去交易？我们分析它会不会通过这个去交易？我们会分析很多，用技术分析会分析很多，有对的地方，有错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会通过技术分析去做交易，这就是周期派的交易方法。当然，如果你自己感兴趣，你可以配合技术分析去做短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就不公开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其实基民就普通投资者用周期位置已经是完全够的。我们的周期位置告诉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哪里，可是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它什么时候会快速上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用它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可以怎么去用。这是美元指数哈，美元指数这是日线嘛哈，这里有一个其实很典型的头部结构嘛，这里一个颈线已经稍微已经破掉了嘛，我们接下去看它会不会这样。所以其实多方验证，多个品种去验证的话，就是美债它这个一直往上走概率是很小的哈，可能会很快给我们一个喘气的时间。可是我也想跟大家讲，就是说节后开盘有可能市场上波动会比较大，如果向下波动的话，大家也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哈。如果我们说那美债到底决定了什么？美债利率决定的是短期的市场的波动，对吧？好，那长期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市场的长期走向？还是这句话，长期仍看本国的基本面。国债10年收益率基本上代表的是本国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基本上其实中国的国债利率跟我们的核心资产的走势是同向的。它长期来看
依然是本国的基本面决定着它的长期走势。美债利率对我们会有影响，可是外资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这个是天风的一个分析师写的东西，我给大家直接截过来了。你看哈，就是说什么叫顺周期，就是说顺着基本面，顺着整个基本面发展的两个典型代表，一个是白酒，一个是港股互联网。除了顺周期的这种的话，还有什么？还有类似像 TMT 啊，技术类的，对吧？那些是看的就不是最主要的哈，就不是你本国的基本面，它看的是你产业的周期。那白酒跟互联网就是跟宏观经济来走的这种核心的资产，其实外资呢买了很多，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他们趋势性的大的机会仍旧来自于中国基本面的贝塔。什么叫基本面的贝塔？就是中国基本面的方向，大的方向。基本上主升浪就是白酒跟港股互联网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升浪依然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中长期的贷款余额，就是我们的信用走在最前面。刚才我们讲那个走在最前面那个信用，它的主升浪依然是看这个。那现在目前信用其实已经上去一大块了。那历史上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你看上去的过程当中，其实市场表现并不是很稳定，到后面才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看这里也是哈，这里主升浪已经上去了黑色的线，但红色线其实还下行，所以现在其实很正常的位置，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耐心的等它，等市场能够正常的去反映它真正的基本面往上走的这个反转的这个现象。还有他还特意提到，就是在这两次主升浪当中呢，美债利率都是上行的趋势，就是说它短期会有影响，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看我们国内的基本面。所以大家不要被短期的市场波动影响过度的去影响了你的交易策略跟交易计划。